他一开始看这个，我还以为这是个啥？这是他那个地下的那个高速铁路？哎，这个角度，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发了个鼠标。当当了当，当啷当当当了当，当当了当，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，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，当了当当当当了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南岩，欢迎来到科学表扬啊！一起来看一看过去一周科技圈发生了哪些好人好事儿。看见我啊，就意味着你又变大了1周岁。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呢，可以把哈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；如果觉得主播下边可以把圆周之后15打在弹幕上，咱们抓紧开始。这个 iPhone 啊，上市也是一段时间了。来，同学们，满分100分，大家给本代 iPhone 16打一个分数。你觉得从发布会以来到上市啊这段时间的表现，你感觉它怎么样呢？满分100，看一看大家的评价。坦白讲啊，节奏可是不少啊，就是很多人还是不太满意。包括我自己测试下来呢，也确实感觉有一些方面有点怪怪的啊。上周咱们直播的时候呢，有一段时间那屏幕还卡死了，是吧？当时这我都整不会了，你说这咋整？我怎么解释？本来就和苹果这关系在修复过程当中又这样似的，给我都整的，哎。但是总体来说啊，该说不说，质感还是不错，是吧？虽然这个按钮呢，它确实有点远，按不着，但是就挺好，挺好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外媒的评价。最新消息来看的话呢，知名分析师表示啊，苹果呢有可能啊要放弃掉1年1更的模式了。大家知道现在苹果的 iPhone 就是1年1更新嘛，iPhone 14、iPhone 15、16、17。所以我们再往后10年，那就是27啊，11年28，是吧？就往后所有的年份我们都能看得很清楚。但是既然这么说，有可能会放弃这1年1更的模式，大家觉得是否支持呢？你觉得苹果应该保持现在的1年1更新，还是改变策略啊，不再1年1更新了呢？觉得1年1更新可以打个1啊，觉得应该是调好了再发啊，打一个2，看一看同学们弹幕。知名分析师啊，郭尔曼表示呢，苹果啊，也许必须要进一步采取灵活方式，在产品就绪的时候再发布啊，如果没就绪呢，就不发布。说白了，那不就是不调好不发布吗？对不对？这咱们可太熟了。但是重点都在但是啊，本来看到这个新闻呢，我还觉得，哎，那这其实算是个好消息。啥意思呢？如果它变成了2年甚至3年更新一次，那就意味着我手里买的这个 iPhone 啊，它的保值期就变成了2年3年。那可能3年之后啊，下一代的 iPhone 上市之后，这代 iPhone 呢才开始大降价。那所以对于 iPhone 老用户来说，那无疑是个好消息，对吧？我还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当我仔细看新闻的时候，发现不对了。标题说的是啊，苹果不1年1更，但是你仔细看里边，郭尔曼指出啊，那这个方式呢，会使产品发布更加频繁，以减少令人不安的延迟。不是，这啥意思啊？古尔曼的意思是现在1年1更新呐，有点太长了啊，让人不安的延迟。苹果呀可能会改变成8年1更新啊，打得我满脑的问号。这什么情况？这可能是觉得这个1年1更新有点太慢。你看隔壁安卓阵营啊，都半年1更新啊。不是你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一开始以为这条新闻是苹果要不调好不发布，整了半天我一看不对啊，他这个新闻的原意应该是不调好不好，直接发布。不是，下回咱这个新闻要不把标题你们好好起一起，是不是容易产生歧义啊？这个标点符号放在不同的位置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。觉得主播说的也可以W是吧？你这学隔壁那谁家是吧？1年发3辆是吧？啊，我就不好意思说你苹果，你要敢这么干。哎呀，想起了2年前咱们有一期节目啊，当时是聊到如何让 iPhone 最大化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。当时咱们聊的是啥 ？iPhone 应该推出12星座的颜色，1个月发1台，是吧？幸亏当时苹果没让我去上班，要不然不废话，我们继续来看好消息。最新消息显示呢，外媒介绍苹果呢将会推出首款自研 5G 基带芯片啊！注意啊，苹果首款自研 5G 芯片。自研肯定是好消息啊，但是呢，外媒表示呢，苹果这款自研 5G 芯片啊将会有短板，它不支持毫米波，这是啥意思啊？很简单啊，大家知道阿美利卡那边 5G 的网络制式啊是以毫米波为主的啊，所以呢，苹果这款 5G 芯片它不支持毫米波，不支持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芯片它在阿美利卡那边它没办法在 5G 毫米波的频段下来运行。苹果，你说它是咋想的呢？低情商的说，苹果首款自研基带不支持美国 5G， 高情商的说，苹果首款自研基带专为中国设计。
来，同学们啊，大家对于苹果首款自研 5G 芯片啊，大家觉得前景是100分啊？你给打多少分啊？看一看同学们的分数。不是你们这个分儿就不能打高一点吗？我这个满分是100分，你打10分是啥意思啊？啊，你这注意点。男主播我打分还是比较高的，啥意思？我对于苹果自研 5G 基带芯片是非常乐观的。为什么？毕竟呢 ，iPhone 这个信号现在就已经这样了。还能更差吗？没准自研一下，万一变好了呢？是不是？反正现在已经是吧最后的了，再差也不过是维持现状。万一要是调好了，我相信苹果。我看谁还敢说我黑苹果？OK， 有弹幕表示啊，主播收了好处，又开始夸苹果了啊！咱们频道就这情况啊，上了咱们节目那可就由不得你了。最新消息，在发布会的时候啊，咱们可以看到苹果的官网上面有这样一行字啊，是说苹果今年在镜头部分呢增加了抗反射涂层。当时啊，我还是相当的激动的，因为咱们之前聊过了，苹果的拍摄部分啊，在夜间啊有一个小短板啊，就是它有鬼影。准确的说呢，就是你朝向强光的时候啊，它的反射比较明显啊。夜间的时候，那个鬼影一出来的时候，整个画面有一片啊会有光线晃动的花白，确实是就有一些局限。所以持续了2、3代的产品，我一直期待这一代的改进啊。没想到啊，在官网说明它有抗反射涂层，我是非常兴奋的。但是当我拿到产品之后，各大新闻媒体就给我了一条新消息，来看。昨天媒体报道呢，苹果官网偷偷的删除了 iPhone 16抗反射镜头涂层的宣传。就是原来这个前几天这个官网上面是带那条字的，但是最新官网下边就没那条字了。然后我又拿着相机赶紧在夜晚去外边拍了些照片啊。这个坦白讲有一说一，我觉得它的拍照效果相比较于之前在夜间是有一些提升的。就是眩光那部分是有点提升的，但是鬼影它确实还存在。那应该说最新的官网它没有骗我，就是你晚上如果去对着灯光拍的话啊，这个 iPhone 呢，在我这边来说啊，仍旧不是你的最佳选择，你还是试一试就友商那边啊镜头带涂层的机型吧。有人说主播又来黑我们苹果，不是啊，不是，确实啊，你想象一下，就北京那个空气条件，能在北京拍摄银河用手机。还有谁能做到，对不对？你这就是你得充分的去利用这个特性，是吧？所以啊，下回再有人跟你说啊，你买了 iPhone 啊，但是你晚上拍这个都是鬼影，你就给他现场拍银河，震撼他，是吧？华为的鸿蒙 Next 这个月的8号啊，也就是前2天已经开始正式公测了。普通用户呢，只需要发送公测的申请大概率就可以通过。但是呢，我个人建议啊，一贯是如此，包括之前咱们测试 iPhone 也是这样的。我是不建议普通用户拿自己的主力机型去升级测试版的系统啊，因为有可能很多的问题咱们解决不了。但是呢，如果咱家有矿，你买了2台华为的 Mate 60 Pro， 那么你就可以拿出1台来进行升级了。比如说我们这台呢就升级了鸿蒙系统 Next 纯血版的啊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它整个的这个界面是非常流畅的。看了，当我们切换不同的页面的时候，这个非常拟真的半透明的效果，我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的丝滑。你从上方看下方它的状态栏，注意看啊，就好像一个瀑布一样滑下来的，很自然，很漂亮。很多的主流软件啊，比如说王者荣耀啦，比如说和平精英啦，也都已经登录上来了啊。应该说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你看这些，我们把基本上 Top 100的软件全都下载下来了啊，速度很快，而且每个软件都很纯净。包括呢，它很多软件还支持分身啊，比如说你看我们这边那个财富软件，我们可以做成6个分身。所以这个鸿蒙系统啊，鸿蒙的纯血系统啊，还真的是挺值得期待的。那有同学说，你刚才不是说这个不推荐升级吗？你现在又说它好，你到底是啥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平时用不用滤泡泡啊？就现在这个上面吧，还在测试滤泡泡，什么时候可以呢？来看官方消息。现在呢，微信呢是开始了邀请内测啊，也就是说请你才能测，不请的话呢，目前你还用不了。目前呢，安装过之后的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啊。当前是测试版本，部分功能就会受到限制或者是不可用。主要功能呢是单聊、群聊、视频聊天以及付款，其他功能还在完善当中。如果想要体验的话呢，就可以在应用尝鲜里面
查看最新版本。我们现在如果打开纯血鸿蒙自己的市场，你点开看一下，你看这个页面操作和其他的安卓市场应该说差别还是很大的，感觉上面呢非常的顺滑。点开我的，点开应用尝鲜，我们已经申请了，但是呢目前还是没有拿到微信的这个测试资格，这个很抱歉。那我们要是第一时间拿到呢，咱们再展示，现在还没有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其他人拿到了啊，咱们可以对比一下普通微信和鸿蒙微信的一个差别。这个右侧呢就是普通版本的微信，那么它会有我们熟悉的朋友圈、视频号、直播、扫一扫、听一听、看一看、搜一搜附近的人、购物、游戏、小程序，这是咱们熟悉的微信。那么鸿蒙版的微信是什么样呢？下方都是一样的啊，上方就俩朋友圈加扫一扫，没了。来吧，喜欢左边鸿蒙微信打个1啊，喜欢右边完整微信打一个2，看一看大家的选择，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？我看很多同学都很喜欢这个没啥功能的微信，确实如此，我也喜欢，这才是小而美，是不是这才是真正的小而美嘛，对吧？只有在华为的手机里才能实现真正的微信。有同学说你是啥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微信团队，我非常支持你们，这个版本就挺好。我的意见呢，咱们就不要再更新了啊！这个微信就是我想要的，对吧？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微信，好不好？后面咱就别更新了，行不行？好那有同学表示，那这个微信既然这么好，难道我必须要去买一个华为手机吗？并不是。不买华为手机也能用上这么好的微信啊！来，主播教你，非常简单啊！打开你的微信，点开我的，点开设置，点开通用，点开最后一页啊，发现页管理。这个页呢，就是这个页面的管理界面啊。注意看啊，比如说我们点开购物，是吧？你可以把它关掉，它就会显示一个不显示。比如说游戏，我关掉，看一看勾掉，听一听勾掉，扫一扫扫一扫留着吧。直播关掉，视频号关掉，全都不显示。附近的人我得留着。你看我这都关掉了啊，这回咱们看一看，你就可以拥有这个没有这些功能的和鸿蒙一样的了，是吧？咱们也不用羡慕鸿蒙了，你看是不是这个就好了很多？然后有同学表示，那你这不还是和华为是一样的吗？能不能比华为更先进？也是可以的。当你可以把发现界面里所有功能全删了，连朋友圈和扫一扫都没了，这是真正的纯净版微信。打开发现页面，你啥也发现不了，比华为还领先，怎么样？继续有同学表示，这不就是个微信吗？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已经不用微信好久了，我要用 QQ 怎么办注意看，鸿蒙版本的原生 QQ 也开始内测了，报名。你说要参考前面的纯净版鸿蒙，是不是这个版本的 QQ 它也会这么纯净啊？同学们，珍惜即将到来的史上最纯净的 QQ， 我高低得把它下载下来存到我手机里边，以后啥时候想装我就装一个最原初的 QQ。这是一款尚未发布的手机由知名外媒带来的爆料。来吧，同学们，外观打一个分数，满分100，你打几分的？看一看这个造型，看一看这个设计，看一看这个图标，再来一个。有同学说这是什么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韩国小魅族三星 S25 Ultra 带来的最新爆料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外观设计，和 S24 Ultra 有一个明显的不同。S24 呢是一个弧面的边框，但是 S25 Ultra 变成了直面的边框，对吧？另外呢，仍旧是纯直面屏幕。造型部分呢，四边边框更窄，相对于本代产品因为上一代呢侧边圆弧边框还是要稍宽一点的，而本代就变得更窄了一点。上一代的话呢，边角部分凹角还是比较锋利的直角的，但是我们看本代的部分凹角呢变得稍微圆润了一些，应该说呢还是要比较硬朗。目前汇总外媒的爆料呢，当然是骁龙8 Gen 4的处理器搭载了2亿像素的主摄，另外3个镜头组呢分别都是5000万像素的中焦、潜望长焦以及超广角。电池部分4885毫安时，支持最高45瓦的超级快充。这就是三星 S25 Ultra 的一个爆料，满分100分，大家给它打一个分数吧。有一说一我觉得颜值部分呢还是不错的。韩国小魅族那不是说玩笑的。当然发布时间的话呢会晚于国内的这些8 Gen 4的旗舰机型，预计将会在2025年初的1月份发布。小米概念旗舰又曝光，多家媒体报道呢，小米秘密在研发一款无按键的旗舰手机，代号为朱雀。这是来自外媒报道。
那据报道呢，这款代号朱雀的小米手机最大亮点就是没有任何的物理按键，目前呢处于早期开发阶段，预计呢2025年有更加确切的消息。另外呢，预计还会有屏下摄像头以及更加强悍的性能等等。来问大家啊，大家觉得这款产品是真实存在的吗？2025年能面世吗？觉得真的啊，打个1啊；觉得编的打一个2。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说起小米探索系列啊，不得不想起当年的 Mix Alpha 啊，这也是很多米粉当中心中无限的遗憾啊。感觉这个机器当时都已经有原型机了，也有上手的视频了，最终呢没有最终量产出来，确实非常的遗憾的。而且这款产品当时可是有定价的呀，19999元。实际上这款 Mix Alpha 啊，也是那几年小米锐意创新的结果，但接下来这段时间似乎有点沉寂。不光小米啊，包括魅族啊，也曾经做过魅族的 Zero， 也是无按键手机。哎，咱们来讨论一下啊，大家觉得这个手机有没有必要去掉所有的按键呢？啊，这个去掉所有按键对于你来说，它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卖点呢？看一下同学们的评论。咋说呢？作为概念机啊来说，我个人当然是支持啊。我就想问一个事儿，就是这个机器怎么开机呢？这个怎么打开呢？这个我还想问个事儿，就是万一死机了怎么重启呢？看一看同学们弹幕啊。咱这样啊，就是你别老想那些不行的，咱们得想行的。现在手机厂商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，要求你把这个手机就变成没有按键的啊，还得大伙儿都能承受得了的，怎么办？主播给你想办法。来咱们直播间干啥来了？来，各大厂商的产品经理想要研发无按键手机，怎么解决开机问题？怎么解决重启问题？非常非常的简单，把开机按键和重启按键做在数据线上，想开机的时候插上线儿，一摁，哎就开机了；想重启的时候再一摁就重启了。觉得主播说的对，可以W。本周车圈有一个重磅消息，就是特斯拉带来了彻底的无人驾驶。这场发布会的名字叫做 We Robot， 我们是机器人。首先呢，特斯拉带来的是一款双门轿跑。这款汽车的名字啊，之前不就是 Cybertruck 吗？这款名字叫做 Cybercab， 它实际上呢是机器人出租车的一个形态。乍一看啊，这感觉这不就是 Model 3特斯拉的经典车型？估计特斯拉呢也是想延续之前 Model 3的良好势头。那么这款车 Cybercab 预计售价呢为3万美元，约合21万人民币。它能干啥啊？跟大家说一下，按照马斯克的设想呢，这款特斯拉无人驾驶出租车，它的目标呢就是买完了之后啊，你可以不开的时候把它放出去，扔到街面上去，它可以主动自己去拉客，拉完了客可以挣钱，到时候呢这个钱归你。想开的时候召唤它回到你身边，你坐上车，然后呢就可以开出去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款车。首先造型方面呢，采用的是剪刀门设计啊，还是很帅的。换一个角度，轮毂这边也很科幻啊，我一开始以为是转得快，后来发现它就是个盘子的造型，夜间造型。来吧同学们，满分100分，给这款特斯拉下一代完全无人驾驶 Model 3打一个分数。这个外观你打几分呢？有同学表示，那我能不能开呀？对不起，在特斯拉这里你不能开车。咱们看看车里的样子，车内呢就一块屏幕，左边没有方向盘，右边还没有方向盘，那有啥呢？就一个凳子。下方没有油门，也没有刹车，单踏板不存在的，啥也没有，是吧？哎，这不怎么这么像公交车呢，是吧？一上车，这不就公交车的座位吗？看一下侧面，哎，剪刀门抬起来还是很帅的。侧面看啊，一开始以为是方向盘，仔细一看啊，原来是薄薄的屏幕，你只能坐在这儿，而且它还是一个双座跑车。来吧，同学们，对于这款车未来啊，自己作为出租车出去跑车啊，当然你可以不让它去跑车啊，如果你自己开的话啊，那你就是自己坐啊，不能叫自己开。看一看同学们啊，对于它的前景满分100分，你打几分呢？你觉得这个模式未来会成为主流吗？觉得会成为主流打个1啊，觉得不会成为主流打一个2。看一看大家伙对于马斯克未来的判断，你觉得马斯克判断的对吗？有同学表示说，马斯克还是相信他啊，不管是特斯拉也好，还是星链也好 ，SpaceX 也好，都很强，是吧？没错，我也相信马斯克。我买这辆车就是为了让他自己开，对不对？我买这辆车就是为了坐着他不开。看一看同学们啊，很多同学表示有点担心呢。你这万一出了事儿，这我想踩刹车都踩不了啊，这能行吗？这咋说呢？反正你现在看，你看武汉那个萝卜快跑出租车，它也是无人出租车啊。有同学表示，它那不是有方向盘有刹车吗？但是
你作为顾客呀，上了车你是上不了驾驶位的，是吧？真出事儿你也没法过去踩刹车，是吧？所以目前这个情况呢，就是未来恐怕真是要靠信仰买车了，是吧？我买这个车就是为了不开，就为了他给我挣钱。但是要知道啊，10多年前马斯克做特斯拉的时候，也没人相信他呀。可是如今马斯克的特斯拉，好啊，别着急，这还只是开始。还有呢，发布会的后半段啊，马斯克又带来一款车啊，你看这是个车啊。马斯克表示啊，这个才是改变人类出行的。他一开始看这个，我还以为这是个啥？这是他那个地下的那个高速铁路。咱们继续看，哎，这个角度，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发了个鼠标，后来发现这里边坐着人。那么这是马斯克所发布的另外一款交通系统解决方案。来，同学们，这个颜值满分100分啊，大家打一个分数吧。从参数来看呢，这款车能够前后啊一共坐20个人，前后呢是有行李箱，而且呢它有着超低底盘。如果是残障人士啊，也可以通过无障碍设施来进行乘坐。巨大的行李箱非常的方便，侧滑拉门。那么这款车的名字呢叫做 RoboOne， 它的正式的中文名称还没有啊，但是呢目前普遍给它翻译成为无人驾驶厢式货车。来啊，同学们，给这款车满分100分，大家打一个分数吧。马斯克表示呢，这和前面的那款啊 Cybercab 不一样啊，这款 RoboOne 它可以作为运输车队，可以移动开 party， 是吧？在车里边大家可以一起玩。另外呢，这款车里同样完全没有方向盘，也没有刹车、油门、踏板，没有任何传统的控制装备。看一看，同学们打个分。有同学表示，这不就是地铁车厢吗？只不过他跑到路上来开来了。先说明啊，刚才我们给 Cybercab 啊，我个人打了一个很高的分数啊，因为它能帮我挣钱。但是关于这个 RoboOne， 我只能给它一个低分。为啥呢？就这车在咱们国内根本开不了。为啥？你给我过一个减速带试试啊！磕不死你。OK 啊，以上呢就是本周科技圈的好人好事，不知道你觉得谁更值得表扬呢？啊，欢迎打出它的编号。OK 啊，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，下周啊将会有一系列的重磅机型上市，关注科技美学的频道，我们会为你带来详细的测试。另外，在动态区还会送出各家的旗舰产品，别忘了参加。我是大岩，这里是科技美学，咱们下周不见不散。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，多赚 money， 天天都能休息，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哎，这是谁掉的硬币啊？给大佬们磕头了。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！